单人交战讲求的是个人实力，而多人交战讲求的乃是配合默契。数千万人相互交战，修为高低不一，战力参差不齐，死伤就在所难免。但若是配合默契，能够战而不乱，彼此相互照应，那便可以大大减少死伤的程度。此刻，残夜魔宗的大军与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的大军交战在一处。虽说双方人数相差巨大，但是残夜魔宗的大军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整体水平，都要远高于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这就像是一个数千万人的修武高手和一个只有1000万人但却训练有素的精英部队交手一般，谁强谁弱一眼可见。眼下天际之上惨叫不断，那数万大军之中不断有人陨落丧命，但是死亡的人中10个至少有9个半是诛仙群岛和三大妖族的人。双方才刚刚交战，诛仙群岛的大军就已经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样下去根本就是必败无疑，太可怕了。都说残夜魔宗的大军不仅战力恐怖，更是训练有素。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哪怕诛仙群岛联合了三大妖族，但却也根本不是残夜魔宗的对手。围观之人看着那配合默契的残夜魔宗众人，惊叹不已。不止如此，残夜魔宗的人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是有谁敢说诛仙群岛和三大妖族的人弱？眼下双方交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压倒性优势，四大护法的指挥功不可没，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残夜魔宗的整体战力得到了提升，而这一切都要源于那封魔剑。刚刚我感觉到了，是封魔剑散发出的力量，使得残夜魔宗的众人这般凶悍。但是掌控封魔剑的人却是楚风，所以说到底，眼下这压倒性的优势是那楚风所创造的。有明眼之人向众人解释道：“楚风。”而听得此话，足足数亿人皆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才发现楚风不仅淡定如初，更是势在必得，有着此战必胜的自信挂在脸上。通过阵法提升实力，真是无耻。这一刻，慕容命天的脸色很是难看，怒喝一声之后，竟然抬手一掌，层层王级武力便对着残夜魔宗的大军轰击而去。他最终还是按耐不住出手了。然而就在慕容命天刚刚出手之际，楚风手中的封魔剑却是猛然挥动，只见一道暗黑色的光刃斩天劈的，竟直接将慕容命天的那道攻击斩切开来。慕容命天，你还要不要脸？不是说好让他们交战，你不出手的吗？难道你活了几百年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信誉？斩切过慕容命天的攻击后，楚风讽刺地说道：“信誉？我慕容命天对敌人从来不讲信誉，我只知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世人只会记住胜利的一方。”慕容命天再喝一声，竟舞动手中的王兵向楚风攻杀过来。胜王败寇并不代表非要不择手段，今日我就光明正大的胜你。楚风嘴角带笑，面对那手持王兵以及七品武王威压的慕容命天，可谓丝毫不惧。突然楚风身形微动，便瞬息消失不见。而当他再度出现之时，竟然已是来到了慕容命天的近前，并且楚风手中的封魔剑已是毫不留情地对着慕容命天挥砍而去。尽管先前楚风已经表现出了超强的战力，但是慕容命天却也并不畏惧，舞动自己手中的王兵，便对着楚风的封魔剑砍了过去。这是要与楚风硬碰硬，以王兵对王兵，以此来展现自己那七品武王的实力，守护自己的尊严。终于，两件王兵相互交织，可是只听一声巨响传来，那慕容命天竟然手腕一抖，身体微微一颤，竟然倒飞而去的离弦之箭被震飞了。怎么可能？这一刻，慕容命天傻了，因为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手中的王兵在剧烈的颤动。那不仅仅是简单的惧怕，那是非常浓郁的惧怕，简直惧怕到了已经丧失战斗的意志。而这王兵之所以会这样，自然是因为楚风手中的封魔剑。王兵之王绝对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那种威慑力当真会让其他王兵闻风丧胆。起初，慕容命天还以为凭借自己这七品武王的实力，能够弥补王兵的劣势，压制楚风，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低估了楚风，并且还是非常严重的低估了楚风。这楚风在封魔剑的帮助下，战力简直已经超越了此刻的他。然而，就在慕容命天刚刚被震飞之际，楚风却是脚下光芒一闪，再度飞掠而去，来到了慕容命天的近前，并且手中的封魔剑已是威压四射，这是准备再度对慕容命天动手。小子，休要小看老夫！尽管已经意识到了楚风的强大，但是当见到楚风乘胜追击，俨然没有将他放在眼中后，慕容命天仍是大怒，不甘示弱的再度出手。这一次，他虽然手握王兵，但却并没有再次挥动王兵，而是袖袍舞动，释放磅礴武力。武力刚刚释放而出，便开始汇集凝聚，最终竟化作万千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行、棍、槊、棒、鞭、锏、锤、爪，万千兵器，每一道蕴含的威力都不弱于一件王兵。而当上万件相当于王兵的兵器集结一起后，那种威力可想而知。这并非简单的攻击手段，乃是一种武技，并且不是简单的武技，乃是非常玄妙的9段武技。此等武技一出，威势极其骇人，几乎所有人都被这武技的强大威势所深深的吸引。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哪怕是面对这样的武技，楚风却没有丝毫停留的意思，甚至没有施展武技以来反击的意思，而是想要凭借封魔剑来对抗这万千王兵。终于，楚风出手了，手中的封魔剑随着手臂急速滑动，一道暗黑色的光刃便自封魔剑中飞掠而出。那黑色光刃简直无坚不摧，攻无不破，所过之处毁天灭地，万物化灰。
竟直接将那万千王兵纷纷粉碎。只是一击，楚风便粉碎了慕容命天的9段武技。封魔剑所发出的光刃简直所向披靡，一击便破开慕容命天的9段武技，并且在与9段武技发生激烈的交织后，那光刃竟然消散，而是化作余波，继续对着慕容命天切砍而去。该死！看着那正面袭来的黑色光刃，慕容命天大骂一声，因为此般距离，他已是无法凝聚武技，更是难以闪躲。眼见大事不好，慕容命天只好抬起手中的王兵，准备硬碰硬，以来抵挡楚风的攻击。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哪怕只是余波，但是那光刃的威力却依然凶猛无比。虽说那余波成功的被他挡了下来，可是他却也被余波震出数里开外。最主要的是，当他停留下来之际，不仅他手中的王兵颤抖得更为严重，就连他握着王兵的手臂也在剧烈的颤抖，大片的鲜血正顺着掌心滑落而下。慕容命天竟然受伤了，并且伤的可是不轻。可恶，这个小子的战力竟然会这么恐怖！这一刻，慕容命天也是脸色铁青，眉头紧皱，终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的战力竟然会强到这种地步。在他来看，楚风如今表现出的战力，甚至丝毫不弱于先前没有遭到暗算的蛋台雪，至少以他现在这种实力，是很难与楚风抗衡的。慕容命天，7品武王，你也不过如此。楚风冷笑连连，与此同时，手中的封魔剑再次舞动，层层黑色的光影席卷虚空之际，楚风便再度攻向了慕容命天，并且这一次，楚风所夹带的威势比先前更强。这小子！而看着再度掠来的楚风，慕容命天也是神色大变，那向来老谋深算、有恃无恐的双眼之中，难得的涌现出了惊恐之色，因为他很清楚，再这样与楚风纠缠下去，等待他的便是死路一条。慕容命天，符丹此刻不用，还待何时？这一刻，那沉默许久的江七杀突然开口说道。而听得江七杀的话后，慕容命天也是反应过来，掌心一翻，江七杀赐予他的数颗符丹便出现在手中，并且毫不犹豫地吞入了下去。符丹入体，慕容命天由内而外顿时涌现出一层古怪的波动，并且在他的体表之上开始浮现出道道符文。那符文似龙似蛇，道道相连，甚是诡异。最主要的是，当那符文出现后，慕容命天的双眼也变得空洞起来，就宛如一头嗜血的猛兽，杀气萦绕，恐怖至极。最主要的是，此时此刻，慕容命天的气息极度攀升，可谓无限的接近了8品武王的地步，那种战力比之先前强大了数倍不止。斗不过便服用丹药吗？也好，今日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虽说慕容命天战力已然攀升，但是楚风却是依然不惧，不但没有有所停缓，反而速度更为凶残，舞动着封魔剑，便与那服用了符丹的慕容命天站在了一处。这一次，二人再度交手，威势比先前还要惊人，但慕容命天已不再像先前那么被动，已经能够与楚风抗衡1、2，但是却依然不是楚风的对手。在纠缠了片刻之后，竟然再度陷入了劣势之中。不是吧？那慕容命天服用了那么多强力的禁药，竟然还不是楚风的对手？堂堂7品武王都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的实力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那岂不是能与江七杀相媲美了吗？楚风与慕容命天交战，在现在所有的经过，围观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从慕容命天开始交手的实力，到被楚风完全压制，还有服用符丹纠缠，但如今再度被压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楚风的实力。原来楚风不仅仅在武军的时候战力超强，在武王的境界同样战力逆天。不管楚风是如何获得的4品武王修为，但是眼下楚风的确是凭借4品武王的修为压制了7品武王的慕容命天。诛仙群岛的老祖宗活了几百年，打败了缥缈仙姑的老怪物，如今竟然不是楚风的对手，这叫围观之人如何能不心惊？此时此刻，那些之前侮辱楚风是懦夫、侮辱楚风是废物的人，心中那叫一个复杂，那叫一个胆怯，那叫一个后怕。因为眼下楚风杀来了，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还带来了残夜魔宗的千万大军，不仅仅成为了残夜魔宗的宗主，更是拥有着压制慕容命天的修为。这样一个强悍的少年，是懦夫，是废物，全都不是。楚风一如既往做出了他人所不敢做出的事情，而他们全都错看了楚风，并且也在为自己所说的错话而后悔，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楚风如今这么强大，若是想要抹杀他们，那简直就如同踩死蚂蚁一样容易，他们将必死无疑。而就在这时，楚风与慕容命天又一次激烈的对决。慕容命天虽然成功挡下了楚风的攻击，但是他的身上却也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他受伤了。江七杀，你准备看戏到多久？还不快点解决蛋台雪，还有残夜魔宗的虾兵蟹将！终于，慕容命天忍无可忍，对着那站在天际袖手旁观的江七杀怒喝了一声：“老废物，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吗？本来我还以为你能够拖延到这小子身上那来历不明的修为消失呢。”这一刻，江七杀的嘴角则是掀起一抹失望的笑容。原来他如同慕容命天一样，已经看出了楚风如今的修为并非属于他自己的。不管他修为能在楚风的身上停留多久，但终究有一个时限，而他正在等待着楚风修为褪去之时。不要废话，这小子我还能够对付，你趁现在将那蛋台雪的残夜魔宗的废物给我除掉。慕容命天再度喝道：“不要急，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残夜魔宗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只要想杀我，随时可以。至于那蛋台雪，倒是的确不能留。”江七杀面带冷笑，目光却又突然变得冷冽起来。与此同时，手中的火红色大戟便隔着虚空猛然刺出，他终于再度出手。火红色的大戟在江七杀的催动下
发出一道火红色的光柱，那光柱威力无穷，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掠向那躲在残叶魔宗后方的紫灵等人。但是他的目标却很明确，并非紫灵，而是倒卧在紫灵怀中陷入昏迷的淡台雪。糟了，那光柱来袭，紫灵等人顿时面容大变。这一刻，他们已然石化，被那红色光柱未达先知的威压所束缚，根本无法闪躲。那火红色的大戟太强了，根本不是一把简单的王兵，无论是威势还是力量来说，都远胜过其他王兵，简直能够与楚风的风魔剑相媲美。这一击，淡台雪几乎避无可避，必死无疑。然而，就在众人觉得那淡台雪死定了的时候，一道暗黑色的光刃突然划破天际而来，与那火红色的光枝交织在了一处，两者相交，顿时火光冲天，化作了滚滚巨浪，卷向四面八方。但是最为奇异的是，那涟漪虽然汹涌，却在距离紫灵等人的10米之外，瞬息停止，无法伤害紫灵以及残叶魔宗的人。因为尽管那黑色的光刃同样化作了能量涟漪，但却仿佛具有生命力一般，仍在保护着紫灵等人。见到这一幕，江七杀则是眉头微皱，因为他知道这道光刃是楚风所发出，是楚风抵挡他的攻击，于是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正在与慕容命天交战的楚风。这才发现，楚风虽然正在与慕容命天交战，但却也用余光，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并且那种目光还充满了藐视之意。在楚风如今的眼中，竟然完全没将江七杀放在眼里。看来真的是我低估你这小子了。对于这种不屑的目光，江七杀虽然回以轻笑，但却已然激起了他内心的怒火。在他的心中，楚风与东方海域的其他人没有异样，同样是废物，是根本没资格修的废物。这样的废物竟敢将他这种连在五之圣土都算得上是顶尖天才的人物不放在眼中，这当真是让他无法忍受。突然一阵狂风掀起，江七杀便出手了。他手提火红色大戟，跃入慕容命天与楚风的战圈，联合慕容命天一起开始向楚风发动致命的攻击，来得正好。可是哪怕江七杀已然加入，楚风却已然淡定如初，手中的风魔剑简直横扫一切，无物可挡。不仅是那慕容命天不敢用王兵接下，就连江七杀的火红色大戟竟然也是无法与他的风魔剑抗衡。火红色的大戟与风魔剑每次交战都会被楚风的风魔剑震退，楚风以1敌2，同样占据了上风。不可思议，楚风竟然以1敌2占据优势，连那江七杀也不是楚风的对手。这样说来，楚风的战力岂不是还要在江七杀之上？原来五之圣土的天才也无法与楚风抗衡，楚风当真妖孽。如果说慕容命天不是楚风的对手，众人还能够接受，那么当江七杀出手却也同样被压制后，人们当真是有些难以接受了。我就不信我会输给你这个废物！听得周围的窃窃私语，江七杀脸色越来越难看，那种从容的笑意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清晰的凶狠。再度被楚风的风魔剑震飞之后，江七杀不再盲目硬拼，而是手掌一翻，抬手一掌，人尽锁魂符。这一掌击出，无数道符咒便飞掠而出。那符咒乃是武力所化，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这并非是简单的武技，而是禁忌武技，乃是人境武技。江七杀的战力本就惊人，尤其是手握那血红色的大戟之后，他的战力早就提升到了一个7品武王都无法抗衡的地步。在如此战力之下，他的寻常攻击都是可怕至极，又何况是这种情况下所施展的人境武技。那人境武技一出，顿时天地失色，日月无光，唯有他所在的战圈最为引人瞩目。单凭这一击，就算摧毁残叶魔宗千万大军，也不是没有可能。白虎攻杀术。可是就在江七杀施展出人境武技之际，楚风却是同样抬手一掌，施展出了无上秘技白虎攻杀术。一掌击出，顿时传来一声震动山河的虎啸。呼啸响起的同时，一只光芒闪闪，仿佛具有灵智的白虎也是自的掌心爆射而出。那白虎一出，简直势不可挡。他大嘴一张，虎啸连前方的虚空都可以震碎，他的虎爪挥动，更是可以拍碎一切。在那白虎的面前，江七杀的人境武技竟然也是不敌，被白虎撕碎瓦解。最主要的是，那白虎异常暴力，在轰碎江七杀的人境武技之后，力量也只是消退一半，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踏空而航，向江七杀扑咬而去。怎么可能？这竟是秘技，他竟然能够施展出如此强大的秘技，竟强大到了破解我人境武技的地步。江七杀见多识广，一眼就认出楚风所施展的白虎攻杀术并非寻常的武技，乃是无上秘技。那是一种主人强则秘技强，主人弱则秘技弱，跟随主人一同成长的神秘技能。正因如此，江七杀才会这般吃惊，因为此刻楚风所施展的秘技这么强悍，这不仅仅说明楚风掌握的秘技厉害，更是侧面的说明楚风的天赋强大，所以这秘技才会这般强悍。我就不信我会被你这个穷乡僻壤的废物压制！江七杀咬牙切齿，并且退缩，而是双掌交叉，对着楚风便再度施展了一种人境武技人境灵兽魄。这人境武技一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武力演化而出，而在涌动的凶猛武力之中，更是怒吼连连。最终那恐怖的武力进化作一只黑色的虎，那黑色的巨虎长达100余米，形态比之白虎攻杀术还要巨大数倍，并且所携带的威势更是不弱于白虎攻杀术。黑白两虎虽然皆是技能，但却似是具备灵性，并没有正面冲撞，反而是运用智慧交战在了一团，不仅战得激烈，更是异常的精彩。
就像是两只活生生的猛兽在进行生死拼搏一般。而在两虎交战之际，楚风与江七杀也是双目紧闭，似是在全力催动各自的技能。此刻技能所展现的灵性，乃是来自二人的掌控与催动。好机会！眼见着楚风被江七杀拖住，慕容命天则是冷笑一声，突然手中的王兵对着楚风一挥，一道光芒四射，蕴含着毁天灭地之威的横空大剑便夹带滚滚雄威射向了楚风。这正是诛仙群岛的人境武技人境幻剑诀。慕容命天竟趁着楚风与江七杀火拼之际，卑鄙的偷袭！糟了，慕容命天竟然偷袭楚风！见到这一幕，残夜魔宗的众人一个个怒骂连连，气得咬牙切齿，脸色发青，都觉得这慕容命天实在太过卑鄙无耻，简直是不要脸到家了。身为前辈高人，联合他人以1对2也就算了，竟然还趁着二人火拼手段之际，使用人境武技偷袭，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事实上，莫说是残夜魔宗的众人，就连围观之人见到此幕，也是颇感无言。先前将七杀加入战圈，以2敌1，起码还算光明正大的出手。但是此刻，慕容命天趁着二人火拼之际，又偷偷出手，这当真是有些说不过去。慕容命天，你这是急着寻死？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那人境幻剑诀将要轰杀楚风之际，楚风竟然睁开双眼，冷笑一声。只见其抬手一掌，竟又施展了一次白虎攻杀术。这道白虎攻杀术与第一道白虎攻杀术一样强悍，可是那慕容命天所施展的人境幻剑诀，可就不及先前将七杀所施展的人境锁魂符厉害了。所以当这道白虎攻杀术掠出后，根本就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只是消耗了自己1/4的力量，便破开了慕容命天人境幻剑诀。而在破开人境幻剑诀后，白虎攻杀术便张着血盆大口，对着那慕容命天便撕咬了过去。人境幻剑诀一击被破，慕容命天则是慌而不乱，手中的王兵再度刺出，又是一道人境幻剑诀被他施展而出，并且这人境幻剑诀还未靠近白虎攻杀术，便爆炸开来，化作了极为残暴的能量光团，瞬息便将白虎攻杀术包围在了其中。人境幻剑诀，人境幻剑诀，人境幻剑诀。而在那光团浮现之后，慕容命天则是连续施展3道人境幻剑诀，并且每施展1道，3道人境幻剑诀皆是落入了那光团之中，并且每落入1道，那光团的威力都会增强1倍。连续3道爆炸之后，那道光团已是异常恐怖，就如同一道小型的太阳落在了半空之上，威慑四方。慕容命天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就是知道自己的人境幻剑诀不是楚风那白虎攻杀术的对手，所以他才使用这种方法，想通过4道人境幻剑诀的威力来将楚风的白虎攻杀术抵消瓦解，以此保全自己。楚风，你这秘籍的确厉害，不过可惜你还是太稚嫩了一些。看着那爆炸的光团，感受着那被瓦解的白虎攻杀术，慕容命天嘴角带着冷笑，喃喃自语道：老夫乃是真正的七品武王，你呢？通过仙转玄功才获得的如今修为，竟要对你无效。其他丹药和任何增强实力的手段，你都已无法使用，只依靠缥缈仙姑的那点修为，你能与我消耗多久？就算我的武技没有你的秘籍厉害，但是比底蕴，我也可以活活耗死你。小鬼，这就是战斗经验，与我斗，你还是太嫩。可是就在慕容命天觉得自己的计策已然成功之际，突然一声虎啸再度响起，紧随其后，那光团之中一道白色身影也是爆射而出，那竟然是一道全新的白虎攻杀术。楚风竟然连续施展了3次无上秘籍，这怎么可能？看着那凶残的白虎，先前还满脸冷笑洋洋得意的慕容命天瞬间脸色铁青，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竟然会在连续施展2次秘籍之后再施展第3次无上秘籍。要知道无上秘籍耗费的力量可是非常庞大，并不弱于人境武技，尤其是楚风如今施展的无上秘籍这么强悍，那么就所需要消耗的力量就更为巨大了。楚风就算能够施展，也不可能在那边还催动着1道秘籍的情况下，这边连续施展2次，这着实太逆天了一点。不过眼下他可顾不了那么多，赶忙身形一转，施展出身法武技，便向远处逃窜而去。因为这白虎出现的太突然，他已然没有施展人境武技的机会，眼下只能逃脱。然而那白虎攻杀术速度实在太快，哪怕慕容命天施展的身法武技已是很强，但却仍然无法摆脱白虎攻杀术。白虎攻杀术正在向他靠近，江七杀，快救我！眼见大事不妙，慕容命天只得大声求饶：废物，服用了我那么多符丹，竟然还只是这种实力，留你何用？可是谁曾想，当那江七杀睁开双眼，看到那正被白虎攻杀术追杀的狼狈而逃的慕容命天后，却是讽刺的一笑，竟然不管不顾，选择见死不救。该死，江七杀，你这个畜生，身为盟友，你竟然见死不救！听到江七杀的话后，慕容命天也是气得咬牙切齿，忍不住大声咒骂起来。而就在这时，那白虎攻杀术已是轰然而至，并且那张着的血盆大口一口便将慕容命天吞了下去。被白虎攻杀术吞下之后，顿时一声惨叫响起，而伴随着慕容命天惨叫的，还有白虎攻杀术那磨牙与咀嚼的声音。白虎攻杀术并没有直接将慕容命天轰杀，而是选择先对他进行折磨，让他悲惨而死。慕容前辈竟然看着那天际之上运用自己那秘籍的力量疯狂咀嚼的白虎攻杀术，几乎所有人的脸色都被吓得惨白。不过慕容命天也并非简单的角色，在白虎攻杀术疯狂的折磨他的时候，他也在用自己的手段进行抵挡与消耗，所以白虎攻杀术的虎躯也正在被一点点的分裂瓦解。老祖，而当那白虎攻杀术开始化作道道光华，
向天地四方不断飞去，力量变得越来越弱，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幻之极。人们则是彻底被吓傻了，尤其是诛仙群岛的众人更是忍不住惊呼起来，因为此刻慕容命天浑身是血，胳膊和手全都没了，就连脑袋都被咬掉了一半。最主要的是，他的这躯残破躯体已然彻底失去了气息。慕容命天竟然被楚风的白虎攻杀术给活活的咬死了。然而就在这时，白虎攻杀术仅剩的力量也是随着楚风的意念一动爆炸开来，将慕容命天仅剩的残肢都炸成了粉碎，连个渣都没有剩下。这位让诛仙群岛从创建到崛起的幕后黑手，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就这样被楚风所杀。老祖！这一刻，诛仙群岛的众人顿时面如死灰，彻底的愣在了原地。过了片刻之后，才慢慢反应过来，一个个悲痛欲绝的大声呼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慕容命天实在太重要了，在他们的心中，慕容命天简直相当于神，统领他们，主宰天下的神人。如今他们的神竟然让人斩杀，这叫他们如何能够接受？简直就像信徒没了信仰一样，没有了方向。我们要替老祖报仇！悲痛欲绝之际，诛仙群岛的众人更是悲愤交加，开始玩命的向残夜魔宗的大军扑杀而去，拿出了玉石俱焚的态度，想要拼个鱼死网破。可是他们虽然可以化愤怒为力量，但是残夜魔宗的人在见到慕容命天被杀后，更是气势暴涨，所以不但没有被玩命反扑的诛仙群岛吓到，反而开始了更为凶残的屠杀。在这种情况之下，本就被压制的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的大军更是难以支撑。这种感觉，莫非？然而在将慕容命天的尸首炸碎后，却有一层淡淡的力量涌入了楚风的体内。只不过当那种力量入体之后，楚风却是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抹疑虑。就在楚风一愣神的功夫，江七杀则是趁机催动自己那人禁武技，想要越过楚风的白虎攻杀术偷袭楚风。只不过他却太低估了白虎攻杀术。尽管楚风并未全神贯注，但白虎攻杀术却也具备自由施展的能力，竟直接将江七杀的人禁武技再度破解。那白虎破开江七杀的攻势后，便怒吼连连，向江七杀扑了过去。见状，江七杀则是身形一动，便开始踏空而行，急速飞奔起来。他没有选择继续发动人禁武技来与楚风硬碰硬，而是选择逃避。但是白虎紧追不舍，并且速度极快，哪怕江七杀施展着身法武技，但是两者的距离却也在逐渐被缩小。不是吧？这位来自五之圣土，甚至击败了天赐神体的天才，此刻竟然被楚风逼得满天跑。见到这一幕，围观之人惊呼不断。如果说楚风斩杀了慕容命天，已经让他们认可了楚风的强大，足以逆天，那么此刻江七杀被楚风的秘技追赶得如此狼狈，他们更是认同了楚风的能力。因为周所周知，江七杀的实力要远在慕容命天之上，所以当江七杀出手后，尽管被楚风压制，但很多人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他们觉得江七杀这位天才简直深不可测，在他的身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所以楚风未必真的会是他的对手。但是事到如今，许多人的这丝希望却已开始破灭，因为眼前的局势怎么看，江七杀都不像还有能与楚风抗衡的底牌。然而就在很多人都觉得江七杀已是必败无疑之际，江七杀则是冷哼一声，在他的眼中竟然闪过一抹决意，并且他掌心一翻，足足数颗符丹便出现在了手中，嘴巴一张，便直接将那符丹吞了下去。符丹入体，江七杀便如之前的慕容命天一样，肌肤之上符咒纹路不断浮现。与此同时，江七杀的气息也是在此刻暴涨。突然，江七杀身形一转，竟然对着那紧随而来的白虎攻杀术直接一拳轰出。最主要的是，这一拳非同小可，简直蕴含毁天灭地之威，只是一拳便将楚风的白虎攻杀术给轰碎开来。好强，不愧是来自五之圣土的天才，看来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太恐怖了，终于拿出真正的本事了吗？看来楚风这回要有的受了。看着那消散在半空之上的白虎攻杀术，很多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但与此同时，很多希望楚风死的人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安心的笑意。江七杀竟然这么恐怖，这回楚风要怎么抵挡呢？而那些希望楚风赢的人则是不由得担心起来，因为不管楚风的那道白虎攻杀术已经消耗了多少力量，但说到底都是能够击溃人境武技的强大技能。此刻江七杀竟然凭借一拳击破，这足以说明如今的江七杀有多强大，至少已经远非先前的他可比。楚风能把我逼到这种地步，在我咒土门之内的人都是屈指可数。我承认，的确是我江七杀低估了你，低估了你这个乡巴佬的实力。不过这场战斗也是时候结束了，我现在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什么才是真正的手段。江七杀看着楚风，冷然一笑，随后神色一变，猛然暴喝一声：“受死！”一声暴喝之际，他的拳、掌、脚、腿同时击出。与此同时，四道凶猛的武力也是分别自其拳、掌、腿爆裂而出。最主要的是，那四道光束所蕴含的威力特别凶猛，那根本就不是寻常的武技可以比拟，甚至比江七杀先前所施展的人境武技还要强大数倍。江七杀不仅仅是同时施展了4种武技，并且还是同时施展了4种截然不同的人境武技。而最可怕的是，那4种人境武技竟然在半空之上相互融合，最终化成了铺天盖地的能量体。那能量体踏空而行，似是滔天巨浪，滚滚翻腾之间，又是恐怖乌云，不仅夹带4种颜色，更是附带暴雨雷霆，简直就像是可以摧毁一切的末日灾难一般。我的神啊！江七杀竟然施展出了这样可怕的手段，这还是武技吗？
这还是人的手段吗？这简直就像是神邸的手笔。看着那恐怖铺天盖地、滚滚翻腾之间，正对着楚风压迫而去的能量体，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大吃一惊。无论是希望楚风死的，还是希望楚风赢的，都被江七杀的这一手段所惊呆了。因为这绝对是他们目前为止所见过最强的手段，简直就是能够毁灭一切的天灾。4种人境武技融为一体，那种威力绝对不只是简单的4种武技那么简单，这乃是合体武技，并且合体的不是普通武技，而是人境武技。此种手段难度极高，而威力自然也是极强。4种人境武技所融合而成的能量体，凶猛无比。虽然此刻攻击的目标是楚风一人，但是他的威压却是覆盖了方圆千里。无论是躲在大军之后的紫菱等人，还是正在交战的残夜魔宗和诛仙群岛大军，又或是看热闹的上亿围观者，所有人都被那强大的威压束缚住，失去了行动能力。恐惧，前所未有的恐惧，因为此乃前所未有的攻击。当被那威压束缚之后，上亿人甚至皆是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先前的惊叹与敬佩已然不在，取而代之的乃是面对死亡之时的恐惧。因为这攻击的威压已是如此强悍，他们不知道那江七杀会不会凭借这一击将楚风还有他们全部斩杀掉。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被江七杀的这招所吓坏之时，楚风的嘴角却是掀起一抹淡淡的笑意。那恐怖的威压虽然束缚了很多人，但是却并未束缚楚风。合体技而已，难道真以为只有你会人境武技的合体技，你就敢如此嚣张？那不如由我让你见识一下秘技的合体技如何？楚风轻笑之间，意念身体突然之外，突然传来一层波动。与此同时，只听得一阵怒吼，4只形态各异却同样凶猛的巨兽便自楚风的体内奔腾而出。那4只巨兽不仅体型巨大，形态霸气，散发出的气息更是神圣无比。这4只巨兽皆非凡物，乃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只圣兽，4种无上秘技，各具独特本领。可是眼下楚风所施展的可并非寻常的手段，乃是得到朱雀复活术的力量后所领悟的全新手段——4象杀阵。4种无上秘技威势极强，速度也是极快。出现之后，围观之人还没反应过来，4只圣兽已是交织在一处，竟然化作了一座大阵。只不过这座4象大阵与当初束缚秋残风的却又完全不同。那座4象大阵是一座束缚阵，但是这一座4象阵却是一座攻杀阵，并且这座大阵的力量威势绝伦，简直可以碾压一切。正是4象杀阵。当这座由4只圣织在一处所形成的4象杀阵出现后，江七杀的攻击所散发出的威压竟然瞬息被瓦解。这一刻，在场众人的束缚也皆被瓦解。那是什么？是楚风的手段。我看见了，是楚风所施展的手段。楚风竟然将传说中的无上秘技融合了，并且应该是4种。什么秘技也能融合？这简直从未听过。虽然此刻上亿人海已经纷纷恢复自由之身，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将目光移开，因为他们都被楚风那的4象大阵所吸引了，并且眼中充斥着难以想象的震惊之色，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到这4象杀阵的力量，甚至比之江七杀融合了4种人境武技的攻势还要强悍。就在这时，2种攻势已是交织在一处，顿时磅礴的气浪与涟漪便一层又一层的肆意开来。那气浪实在太过凶猛，简直无人能敌。眼下无论是诛仙群岛的人，还是残夜魔宗的人，或是那上亿围观者，都不敢有所停留，全部向远处逃遁而去，生怕被那气浪吞噬，丧命其中。可是尽管那气浪无心杀人，但仍有许多人逃避不及，被那气浪吞噬，在阵阵惨叫声中支离破碎，化成血水。然而就在那气浪肆虐之间，气浪的中心却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与此同时，楚风所施展的4象大阵便再度浮现而出，4只圣兽在天空之上围绕着特定的轨迹奔跑，催动着那强大的4象杀阵，正在向江七杀碾压而去。那股威势无与伦比，江七杀几乎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师兄，不要再有所保留，用那招灭了他吧。这一刻，赵月天与吴昆仑也是面色大变，忍不住惊声呼喊起来。尽管不可思议，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楚风此刻所施展的4象杀阵实在太恐怖了。江七杀若是再有所保留，很有可能就要因此毙命。竟然把我逼到这种境地，不过也好，今日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东方海域的废物们都睁开狗眼，给我看好了，此乃的劲武技，得劲血月杀。话音一落，江七杀的双手便交织在一处，任凭4象阵法正面压来，将他前方的虚空压成粉碎，将他的衣衫吹得猎猎作响，却依然不顾地闭上了双眼。突然，一道神奇的波动自江七杀的体内席卷开来，而当那波动吹过4象大阵之际，4象杀阵竟然瞬息而至，被凝固住了，并且那神奇的波动速度极快，很快的便横扫一切，覆盖了方圆千里之内。最主要的是，在那神奇的波动以瞬息覆盖一切的速度横扫完毕之后，这方天地竟然开始变化，下方奔腾的大海如镜一般平静，没有了一丝浪花。本是晴朗而混沌的天空，竟然化作了黑夜，浮现出了无数道闪闪发光，甚至出现耀眼的星河。天地之间一片祥和，竟化作了一道非常罕见的美景，好神奇！这便是传说中的地境武技吗？看着天地之间被改变的一切，所有人都是叹为观止。这哪里还是武技，简直就是改天换地、地境级的幻象吗？不，似乎没有那么简单。然而，在所有人都被眼前的祥和景象所吸引之际，楚风却是眉头微皱，
他能够看出来，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幻象，但他却知道，这幻象之中必定蕴含着极度的危险。毕竟，这是来自5只圣土的地境武技。突然之间，那平静的天地某处传来一阵怪异的轰鸣。与此同时，方圆千里之内的虚空开始剧烈的抖动，平静的海水也是再度翻腾，并且比之先前还要汹涌。而在这种变化之下，一轮巨大的圆月竟然从远处的海平面渐渐升起，浮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那月亮非常的大，并且为血红之色，红的诡异，宛如真的是由血液凝聚。最主要的是，当这轮血色的月亮出现之后，一股前所未有的威压也是笼罩了这片天地。这股气息，这一刻，很多人都快要无法呼吸，甚至有些人已经窒息。除了武王强者之外，皆是脸色发紫，甚至武王强者也是面目狰狞，难以抵挡那股恐怖的压力。果不其然，这幻象之中蕴含着攻击手段，是以威压来击杀对手，这便是这武技的关键所在吧。这的净血月杀还真是不简单，如此强大的力量，只要将其杀响，就算一口气抹杀在场的所有人，也不过是意念之间的事情。要论群体的杀伤力，恐怕我的地境苍冥斩也是远不如这的净血月杀。不过可惜，我的净苍冥斩要想破开这的净血月杀，却也不难。楚风嘴角带笑，已经将其杀的这道地净血月杀分析得清清楚楚，并且他也觉得是时候让世人见识一下他那地境苍冥斩了。于是，在所有人都被将七杀这地境血月杀所吓得不能自理，甚至觉得将要毙命之时，楚风却是缓缓闭上了双眼。与此同时，一种极为恐怖的力量开始在无形之中酝酿于身体之内。放弃了吗？看着楚风的反应，将七杀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因为在他看来，楚风就算反抗也是没有用，他施展了这招的净血月杀，楚风就是必死无疑。所以在他看来，楚风闭眼就是准备放弃。不对，可是就在这时，江七杀却是突然瞳孔一缩，眉头紧皱，因为他突然发觉楚风的状态明显不对。此时此刻，楚风的所在的那片虚空竟然开始微微颤动，并且这种颤动与他那地精血月杀所引起的颤动又完全不同。此刻，楚风周围的颤动乃是由弱转强，甚至已然在虚空之上浮现出了道道裂痕，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将那虚空镇压的都要粉碎。在这种变化之下，天地之间磅礴的武力宛如飓风一般开始向楚风汇集而去。面对那如此磅礴的武力，哪怕是江七杀也是面容大变，因为能够感应得到那武力的流动，更能分辨出那乃是非常精纯的王级武力。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双眼猛然睁开，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凌厉的气息也是自其眼中浮现而出。不好！见到楚风此刻的变化，江七杀顿时就慌了，赶忙意念一动，加快了那血红色月亮的升起速度。与此同时，天地之间恐怖的威压便开始凝聚一处，向楚风飞斩而去。他这是准备对楚风发动攻击，运转着的净血月杀将楚风碾压致死，可为时已晚。还不待他的攻击汇集完毕，楚风的体内便爆射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气体。那气体很是诡异，形态似利刃，却又似游蛇，不仅密密麻麻数不胜数，更是发出鬼哭狼嚎，极为瘆人的声音，就宛如他们是来自地狱的小鬼一般。最主要的是，当那血红色的气体出现之际，顿时天的变色，它们不仅蕴含着恐怖的力量，且速度更是快到惊人，只是眨眼的功夫，便覆盖那片天地的各个角落。而这一刻，楚风的嘴唇蠕动，一字一句地说出了5个大字：的净苍冥斩。第一斩一声落下，宛如幻军之令，那诡异而恐怖的气体在一阵鬼哭狼嚎之间，便夹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楚风目光所投之地汇集而去。最终，只听咔嚓一声巨响，一道血红色的斩击便以交叉的形式再落在了那道血红色的月亮之上。一击之后，那蕴含着无穷威力的血红色的月亮竟然出现裂痕。第二斩紧随其后，楚风又是轻喝一声，与此同时，又有一道血红色的斩击落在了那血月之上。最主要的是，这道斩击的威力竟然比先前的那道强大了1倍不止。而当这道斩击落下之后，那血红色的月亮顿时土崩瓦解，在的一声巨响之中粉碎开来。当那血红色的月亮被粉碎之后，这一片天地也如同碎裂的镜面一般，开始纷纷破碎瓦解。而当那满天的碎片纷纷落下之际，这片天地则是恢复成了先前的模样。将七杀所施展的地境武技已被楚风瓦解，这怎么可能？他竟然破了我的地境血月杀！看着眼前的一切，江七杀面如死灰，双眼更是瞪得溜圆，因为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自己在东方海域这种弹丸之地，竟然也有人掌握着地境武技，并且对方还用此招破开了他引以为豪的最强杀招。如果说此刻的江七杀已是惊恐连连，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那么当下一幕发生之后，江七杀绝对是彻底的傻眼。而事实上，最让他惊恐的并非只是他的劲武技被破，乃是他的劲武技被破之后，楚风的劲武技威压还在，并且比之先前更为恐怖了。第三斩，就在这时，楚风再度暴喝一声，而此音一落，顿时炸响连连，无数道血红色的斩击开始在虚空闪烁浮现。而在那斩击闪烁之间，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所有顶尖强者竟然全被斩杀。只是这第3道斩击，楚风便斩杀了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千万人，并且斩杀的可谓都是诛仙群岛的顶级高手，慕容聂空以及3大妖族的族长全部毙命。这些东方海域的顶级大人物，在楚风的劲苍冥斩面前，竟然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甚至在他们死之前，
连一道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便被人轰成了粉碎。3斩之威，破禁忌，杀万人，足以威慑天下。但是楚风却显然不准备就此罢手，得尽苍冥斩乃是他如今最强的杀招，要么不用，既然使用，就必须定胜负。第4斩，终于，楚风则是再度轻喝一声，第4轮斩击便浮现于天际。只不过这第4道斩击只出现了2道，分别落在了赵月天和狂百年的身上。毫无意外，当那血红色的斩击在他们2人的身上浮现之际，他们如先前的众人一样，直接被斩切开来，并且死得更加干脆利落。甚至哪怕他们已死，却有很多人还未能反应过来。该死！这一刻，江七杀总算反应过来，终于意识到了楚风的可怕。哪怕他天资卓越，在武之圣土也算是绝顶天才，可是如今他的确不是楚风的对手。意识到不妙，他二话不说，身形一转，便施展出了极为玄妙的身份武技。他竟要逃跑，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此刻他的脚异常的沉重，尽管他能够御空而行，但速度却是缓慢无比，根本没有逃脱的能力。楚风，你胆大妄为，不知好歹，竟然敢斩杀我的2位师弟！你可知道我们是何身份？你可知道我师尊是何许人也？你若敢杀我，莫说是你，就算是东方海域，也要以你覆灭。眼见无路可逃，江七杀则是转过头来，抬出自己的师尊，怒吼着威胁起楚风。然而对于江七杀的威胁，楚风却是淡淡一笑，随后说道：江七杀，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插手我与诛仙群岛的恩怨，更不应该攻打缥缈先锋。最不应该的是，你不该打紫菱的主意。你怎么侮辱我楚风都可以，但是我不能容忍你侮辱我的至亲之人。今日我不管你是来自何处，不管你师出何门，不管你师尊是何境界，我都要斩杀于你。说话之间，楚风的面容突然转冷，与此同时，道道血红色的光影也是浮现而出，在那阵阵鬼哭狼嚎的恐怖声音下，向江七杀飞斩而去，并且这些光影所蕴含的威力，比之先前的4道斩击都要强悍数倍不止，因为这乃是地境苍冥斩的第5斩。楚风，不要杀我！感受着那自4面8方飞斩而来的恐怖光影，江七杀顿时就吓坏了。在这生死关头之际，他突然大喊一声，并且这道声音已经失去了先前的张狂与傲气，竟有着一丝祈求的意味。而听得此话，楚风则是意念转动，使得那血红色的光影在距离江七杀的100米之外全部停了下来，并且开口问道：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楚风，不要杀我，只要你饶我一命，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杀我师弟的事情，我也可以装作不知道，甚至我可以带你进入武之圣土，引荐你加入我咒土门。以你的修武天赋，定然会得到我掌教师尊的欣赏，他肯定会收你为亲传弟子。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与我同起同坐，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绝对可以一步登天。江七杀满面诚恳，却又低三下四的说道。江七杀竟然向楚风求饶，江七杀的这些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耳中。看着这位来自武之圣土的天才，竟然向楚风求饶，众人的心情可谓复杂至极。起初，他们因为江七杀的出现，觉得自己见识到了真正的天才，觉得楚风与这江七杀比，也不过是废物而已。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他们错了，并且还是大错特错。他们所有人都低估了楚风的能力。原来楚风不止在东方海域是1等1的天才，哪怕与武之圣土的天才对比，也是恐怖的存在。这一刻，人群之中议论纷纷，所有人都觉得他们高看了江七杀。武之圣土的天才虽强，但也不过如此。但是江七杀却也顾不得这些人如何看待他，因为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那便是保命。于是他再度诚恳地说道：楚风，我之前只是想要得到缥缈先锋，并无意针对你。实际上今日的局面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虽然我先前说了那番侮辱你和紫菱的话，但那不过是激将之法，想要引诱蛋台血出来而已。实际上我从未伤害过紫菱他们，若不是我，他们甚至无法安然地活到今日。我江七杀是一个惜才之人，只要你今日肯饶我一命，我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实不相瞒，以你的天赋，只要拜入我咒土门，日后掌教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你的。但是若是没有我，你就算可以加入武之圣土，但是想要加入咒土门也很难。就算你能够加入咒土门，但是想要得到掌教的赏识也同样很难。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江七杀今日可以不计较你斩杀我师弟的事情，你又何必如此咄咄相逼？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听过江七杀的这番话后，楚风却是突然大笑起来，那笑声震动天地，成为了这片虚空之上唯一的声音。这一刻，很多人都是眉头紧皱，内心极为不安。事到如今，楚风已经完美的证明了自己，他是这方天地的主宰，他想杀任何人都轻而易举，连江七杀都怕他，还有谁敢不怕他？但是要说怕，自然是江七杀最怕，因为他高傲，因为他自负，所以他觉得他的性命最为珍贵。同样的，他也最为怕死。江七杀，你是当我楚风傻，还是你自己傻？竟然对我说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话。终于，楚风停止了大笑，但在其嘴角却掀起一抹讽刺的冷笑。听得此话，那江七杀竟然直接跪倒在地，并且举起手臂，满面凝重，高声说道：我江七杀对天发誓，今日所说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然而听得此话之后，楚风却是再度大笑，随后说道：江七杀，首先无论你怎么做，我都不会相信你，所以你没必要苦苦哀求。其次，就算你所说的句句属实，但那又如何？你已触犯了我的禁忌。莫说你只是武之圣土的弟子，就算你是天神的弟子，我也照杀不误。今日你必死无疑，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话到此处，楚风的目光突然转冷，与此同时，
那停滞在半空之上的血红色光影，则是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了江七杀。而当那血红色的光影交织在一处之际，一道异常恐怖的血红色斩击便以交叉的形式落在了江七杀的身上。那斩击一处，江七杀的肉身瞬息碎裂，无论是肢体还是灵魂，在这一刻尽数消失，乃是真正的魂飞魄灭。这位来自五之圣土的绝顶天才已被楚风斩杀，在江七杀斩杀之后，得尽苍冥斩的威压也是随之消散，被楚风收回了体内。这方天地恢复了先前的宁静，只不过此刻这方虚空却是一片安静，所有人都默默地注视着楚风，闷不吭声。楚风不但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诛仙群岛的顶尖高手，更是连来自五之圣土的3位天才都全部斩杀。这种实力惊世骇俗，这种行为震慑世人，可以说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楚风的实力所折服。不仅在场之人无法忘记楚风的今日壮举，东方海域的后人也会长谈此事，因为楚风所作所为注定要被载入东方海域的史册，成为后人膜拜所尊崇的对象。然而就在残夜魔宗的众人为之窃喜，在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惶恐不已，来自五湖四海足足上亿围观之人惊叹楚风的表现之时，楚风却是手掌张开，一股磅礴的吸力暴涌而出，肆虐而去。这股吸力很强，但是却不会影响在场的任何人。不过在这股吸力之下，那将七杀生前所持的火红色大戟，赵月天等人所持的王兵，还有他们身上的乾坤袋，纷纷落入了楚风的手中。最主要的是，楚风不仅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一层层无形的力量也正在涌入楚风的体内，那是本源。楚风虽然将他们斩杀的形神俱灭，但却是保留了他们的本源，如今正在吞噬供养体内的女王大人。楚风大人饶命！楚风大人饶命！而就在这时，诛仙群岛之中的一位高手，则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楚风磕头求饶。紧随其后，3大妖族的许多高手也是纷纷跪地求饶。而对于这样一幕，在场之人也皆不例外，连江七杀和慕容命天那等人物都被楚风斩杀，他们这些人又如何能与楚风抗衡？求饶是他们眼下最好的选择。见状，楚风意念一动，一层磅礴的威压便散发而出，笼罩了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千万大军。而当那威压笼罩之后，阵阵闷响开始在人海之中传来，而每响起一道声音，都有一个人爆炸开来，化作一道血水。楚风只是在顷刻之间，楚风便又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诛仙群岛数万人。楚风大人饶命！求您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楚风大人，我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还在家中等着我，没有我他们会没法活，您饶了我吧！楚风大人饶命！见到这一幕，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之人顿时就吓傻了。先前那些没有跪地求饶的人，全部跪倒在地，开始向楚风磕头求饶。只不过对于他们的苦苦哀嚎，楚风却是一声轻笑，随后说道：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你们本没有错，但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对敌人手软就是对自己残忍。若是今日败的是我想没人会同情于我，所以我不管你们有多想活下去，我都不会留下你们的性命。要怪就怪你们跟错了主子，要怪就怪你们不该与我为敌。话到此处，楚风的眼中突然闪现一抹冰冷的寒意，随后高声说道：残夜魔宗众人听令，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之人尽数斩杀，一人不留，杀！而他此话落下，残夜魔宗的千万大军也则再度化作嗜血的魔兽，磅礴的杀气散发而出，纷纷施展出各自的手段，再度掠入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阵容之中，开始大开杀戒。这一刻，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人本想拼死反扑，就算死也要带走几个垫背的，可是奈何有楚风在，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楚风的威压将他们束缚在了跪在地上的状态，根本无法移动半步，就更别说进行反扑了。等待他们的只有毫不留情的残忍屠杀。一时之间，天空之上惨叫不断，无数道尸体开始从天而降，大片的鲜血不断浮现，宛如血雨一般倾洒而下，落入下方的海水之中，使得那片血雨化作一片血红，惊恐几乎弥漫在所有与楚风无关的人身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楚风竟会这般凶狠，真的将诛仙群岛和3大妖族杀得片甲不留。他们很担心楚风会不会杀得眼红，将他们这些围观之人也斩杀。毕竟他们今日来此，可是参加江七杀与紫菱婚礼的。说到底，他们的这种行为也是对楚风的一种侮辱。不过他们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楚风虽然对敌人心狠手辣，但还没有到达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不会去杀那些无辜的人。而这些围观之人虽有可恨之处，但也楚风的眼中也还不至于抹杀掉。就这样，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之人被残夜魔宗的大军斩杀的片甲不留，一个人都不剩，所有人都杀得彻彻底底。虽说这些人的实力不是很强，但是毕竟人数众多，所以对于他们的本源，楚风也没有放弃，而是尽数吸收，汇给了女王大人。而这一刻，残夜魔宗的众人整齐站立于天际，对着楚风一同施以跪拜大礼，并且异常激动地高呼道：宗主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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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4个大字宛如雷鸣一般响彻不断。残夜魔宗的众人真的是兴奋到了极点，因为楚风向所有人展现了他强大的实力，甚至这是前任宗主都无法做到的事。楚风的实力让残夜魔宗的众人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对的。楚风不仅拥有做他们宗主的资格，并且他们觉得楚风会超越残夜魔宗的所有宗主，成为残夜魔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存在。而这一刻，紫菱、苏柔、苏美、
江无伤、张天翼、春武、秋水伏烟、太寇、秋残风等与楚风关系极为亲近之人，脸上也皆是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他们以楚风为荣。只不过楚风的强大表现，却让那些本可与楚风交好，但自己却错过机会的人，内心后悔万分，复杂至极。夏雨和冬雪便是这种人的代表。虽说楚风并不会对他们如何，可是他们却很清楚，当初与楚风为敌，是他们此生最大的败笔，因为他们知道楚风会变得很强，强到不可想象。那个时候，以楚风的性格，一定会帮助与他亲近之人，比如春武就在其列，但是他们却永远也不具备让楚风帮助的资格，这会让他们无法再与春武相比，在修武一途的道路上被春武甩得越来越远。可是其实他们是本可与春武一样的，只是他们选错了路。所以此时此刻，他们真是恨透了自己，恨自己当初那么愚昧无知，那么有眼无珠，不但放弃与楚风交好的大好机会，还与楚风为敌。若是不过很是可惜，天下间没有后悔药，他们注定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他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悔恨终生。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大局已定之际，楚风却是突然将凌厉的目光投向缥缈先锋的方向，高声说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孙后代全部被杀。你也可以袖手旁观，可真是够能忍的呀。对于楚风的话语，所有人都是感到不解，因为顺着楚风所看的方向望去，除了远处的缥缈先锋，那里根本空空如也，半个人影都没有。原来早就知道老夫没死吗？你这小鬼还真是不能小看啊。而就在众人皆是疑惑之际，一道苍老的笑声也是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苍老的身影也是自虚空之中踏出，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怎么可能？竟然是他！而看到此人之后，莫说残夜魔宗的大军以及紫菱等人，就连那些围观之人也是脸色大变，满面吃惊，感觉是如此的难以置信，不可思议。因为此时此刻，那站在虚空之上的苍老身影不是别人，乃是慕容命天。原来这位诛仙群岛的老祖宗并没有死。我承认，那金蝉脱壳的手段你玩得很是不错，十足的一只老狐狸，我也是差一点就被你骗到了。不过既然你没有趁机逃脱，如今还敢出现在我面前，相信是你有了新的手段与我抗衡吧。既然已经准备完毕，又何须遮遮掩掩，不妨直接使出来，也好让我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段，让你准备这么久，哪怕自己的子孙全部被斩杀，你也不肯现身出手。楚风淡淡的笑道。而听得此话，紫菱等人的脸色瞬息变得凝重起来，彼此互看一眼后，便连同残夜魔宗的千万大军一起开始缓缓向后退去，因为他们都知道慕容命天是一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这个人不仅心狠手辣，更是极能算计。就如同楚风所说，他既然敢在楚风击败江七杀后，还出现在楚风的面前，这多半说明他有恃无恐，已经有了能够对付楚风的手段才对。先前的慕容命天，他们无法抗衡；如今的慕容命天，他们更加无法抗衡。如今他们必须远离楚风与慕容命天的战场，否则他们将会让楚风分心，牵连楚风。哈哈，有意思！既然知道我已有手段能对付你，你还敢这般与我叫嚣？看来你小子也很有自信啊！我慕容命天纵横东方海域这么久，能够将我逼到这步田地的，你小子还是第一个。不过楚风，你先前施展的那的劲武技那么厉害，我猜你也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才对吧？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现在表面毫无大碍，但实际上你已损耗不少力量，战力已是不如先前了。慕容命天笑眯眯的道：“你说的没错，不过对付你绰绰有余。”楚风冷然一笑，尽管慕容命天说的很对，但是他却依然不惧，因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今日之后无论自己生死，但他绝对不能让慕容命天活下去。其实，在将慕容命天斩杀后，楚风曾吞噬过慕容命天的本源，但却没有搜到一丝本源，所以那个时候楚风就确定慕容命天没有死，他是使用特殊手段逃了。而楚风也很清楚，那个时候慕容命天其实可以直接逃脱的，但是他没有逃脱，反而在自己把江七杀斩杀后，若慕容命天再度出现，那说明慕容命天已经掌握了比江七杀还厉害的手段才对。不管是什么手段，但肯定是要比江七杀的总体实力还要强的手段就对了。楚风不是神仙，他尽管能够猜到很多，但也无法确定如今慕容命天究竟是掌握了怎样的手段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尽管他有着一定的自信，但是他却不能确定自己就一定就可以击败慕容命天。所以眼下楚风不逃，反而是从容应对，靠的不仅是自信，还有着决心，与慕容命天拼个你死我活的决心。因为他很清楚，若是慕容命天能胜他，他就算能逃掉，但紫菱他们也逃不掉。他若走了，紫菱他们必死无疑，所以他根本就不能逃。今日必须同生共死。同样的道理，若是慕容命天不能胜他，那他就可以彻底清除掉这个老妖怪。虽说这个老妖怪天赋不如江七杀，但是他心机太重，并且知道一些缥缈先锋的秘密，留着可谓后患无穷。要铲除，必须要趁早。楚风啊，楚风，我真的有点欣赏你这个年轻人了。若是你不是我的敌人，那该多好。对于楚风的表现，慕容命天竟然赞赏的点了点头，但是很快嘴角便掀起一抹怪异的笑容，说道：“说实话，你如今的实力在我之上，凭借我现在的力量，怎么和你斗都不会是你的对手。但是你现在之所以比我强，不只是因为你的天赋利奥德战力非凡，更多的还是因为缥缈仙姑的修为。但是仙转玄功我很了解，哪怕你的天赋再强，能够让缥缈仙姑的修为在你身上持续很久，但终究会有消散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我想杀你，简直轻而易举。可是我没有逃，没有选择等到你失去缥缈仙姑修为的时候再对付你。
而是选择在你最强的时候站出来对付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对于慕容命天的话，楚风不予回答，因为他很清楚慕容命天的手段肯定不简单。但是楚风也并非只有对付将七杀那种实力，他也是有所保留的。若是拼尽全力，未必会败。何况就算真的不行了，他的体内还有一只来自修罗灵界的怪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鱼死网破而已。所以楚风根本不怕。楚风，实话告诉你吧，老夫之所以敢在这个时候再度站在你的面前，那是因为只要使用这招，你就必死无疑。你要面对的可不是老夫，而是一个更为可怕的存在。突然，慕容命天的嘴角再度上翘，与此同时，他的目光竟然开始变化，双眼变成了忧虑之色。最主要的是，在他的额头之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个怪异的印记，左右蠕动，宛如生物，狰狞可怕，更似魔鬼。